凡存在着禁忌的地方，就必然有潜藏的欲望。我坚信人类文明是以牺牲原始的本能为代价而创造出来的。愚蠢的首要表现是全无羞耻心。我们爱的时候，对痛苦罪不设防。压抑的实质是一种拒绝机制，一种把某些东西拒绝在意识之外的功能。宁肯听任自己失望，也绝不乱存奢望。对于成功的坚信不疑时，常会导致真正的成功。梦就有如那骗子，梦者本身就是那国王。人的举动都不是无端的做出。文明意味着压抑，我们既需要遵从，也需要满足本能，而两者之间存在着冲突。精神健康的人总是努力地工作及爱人，只要能做到这两件事，其他的事就没有什么困难。一句话可以赐福于人，也可以把人逼入绝望。当一个人处于不能克服、无法避免的痛苦中时，就会爱上这种痛苦，把它看成幸福。梦的内容是由于意愿的形成，其目的在于满足意愿。人类的痛苦根源就在于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不协调。妒忌是一种感情状态，如悲伤一样，可以归结为是正常的。无知就是无知，谁也没有权利相信它能衍生出任何东西。人类心灵中一切罪恶，作为一种倾向被包含在潜意识中。咱们整个心理活动似乎都是在下决心去求取欢乐，避免痛苦，而且自动地受为乐原则的调节。笑话给予我们快感，是通过把一个充满能量和紧张度的有意识过程转化为一个轻松的无意识过程。任何宗教，即使是自称为博爱的宗教，对于那些不属于他的人们，也一定是冷酷无情的。凡人皆无法隐瞒私情，尽管他的嘴可以保持缄默，但他的手指却会出卖他。在人的潜意识里，人的性欲一直是处于压抑的状况。社会的道德、法治等文明的规则使人的本能欲望时刻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中。梦显露的内容都与近期的经验有关，隐藏的内容则与早期的童年经验有关。与近期经验相比，童年经验的影响要深刻得多。个体的发展不过是生命的偶然情况的一个简短的重复而已。人生就像一棋，一步失误，全盘皆输。大多数人并不真的想要自由，因为自由包含责任，而大多数人害怕责任。
该使男人变得温和，但不使他变得软弱。移情的本质是对儿时被压抑的某种依恋情感的重新体验。我想不出比获得父亲的保护更强烈的儿童需要。良心是一种内心的感觉，是对于躁动于咱们体内的某种异常愿望的抵制。人不是根本不相信自己的死，就是在无意识中确信自己不死。童年时期的冲动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梦中，甚至可以说，我们梦中表现出来的欲望和欲望满足都来自于童年。如果我们能把歇斯底里的痛苦转化为寻常的不愉快，收获就相当可观了。我坚信人类的礼貌是以牺牲原始的本能为代价而创造出来的。实际上，梦是一种愿望的达成。每一个梦都起源于第一种力量，但受到了第二种力量的防御和抵制。意识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行为，它是感官将其他来源的材料经过一番加工而形成的产品。梦中唤起的痛苦感情，正是为了阻止我们提及或者讨论那些痛苦的事情。感情的冲动更接近于基于性本能的欲望冲动。精神分析有3个支柱，即潜意识的心理机制、抗拒和压抑的作用以及性的重要性。没有一个没有理智的人能够接受理智。任何关系中，我们都要敢于用愤怒守住自己的界限。人没有愤怒，犹如一个国家没有武装。人们做任何事情，不是为了追求快乐，就是为了避开痛苦。人必须去爱，否则会生病。上位者不在于能够管理多少君子，而在于能够容忍多少小人。人类天生具有弑父情节，从一出生，他就注定要和父亲展开斗争，以摆脱被统治、被支配的地位，争取独立自由的权利，进而掌握家庭的主导权和社会的主动权。我们始终节制着自己，以便保持我们的纯正。这种对自然本能的不断压抑，给了我们某种优雅的气质。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工作和爱，为了工作和爱要节制自己的欲望，以免伤了人生最重要的事和人。而人生最不能要的2样东西，不该拿的钱，不该要的感情。追求快乐是人类的天性，经历苦难是人生的必然。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焦虑，也不要感到痛苦。阴郁的日子里要心平气和，相信吧，那美好的日子就来到。我的论点虚弱无力，并不证明你的论点强大有力。
否认是某种期望落空之后出现的修正，每一次否认都是一次承认。人的内心既求生也求死，我们既追逐光明也追逐黑暗，我们既渴望爱，有时候却又近乎自毁地浪至手中的爱。人的心中好像一直有一片荒芜的野地，留给那个幽暗又寂寞的自我。有些人能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依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变成疯子，要么成为传奇。婚姻一开始，两方面就不能以身以心赤诚相爱，一旦瓦解起来，也就比什么都快。世上有一样东西，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忠诚于你，那就是你的经历，你在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它们仅仅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别人，而只要你珍惜，也会是你最可靠的财富，无人能够夺走。